比赛结束了，张振阳。印度摔跤冠军前来中国踢馆，不料被中国小将一记后手重拳终结，吓得裁判赶紧终止比赛。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这一场是中印对战。那首先看到的就是来自中国的选手张振阳，来自中国云南怒江，身高1.73米，臂展1.78米。他在战绝城的战绩是4战2胜2负。那今天与他对战的选手是来自印度的库萨维亚斯，他的身高臂展均是1.68米。那今天这场比赛也是印度选手在战绝城的首战，也让我们看一下中国选手的散打对战印度的柔术，到底谁能更胜一筹？话不多说，进入比赛。比赛开始，红色短裤是我们中国的选手张振阳，蓝色则是来自印度的库萨维亚斯。那双方一上来之后，还是简单的在拳法上进行一个试探。我们中国选手首先向对方发起了一记腿法进攻，而对方呢也不甘示弱，马上回击了拳法。刚才这个摆拳，它的运行轨迹还是相当刁钻的，而且是直接出的。我们好像也没有看到说比赛。哦，要提醒库萨维亚斯要注意，不要戳眼。其实呢。可以说几乎所有的运动员啊，很少说有故意戳眼的，而是说是他平时站架，有些他喜欢这种开掌式的站架，会有利于自己的拍击和防守。是的，看到现在张振阳还是占据了八角笼的中心位置，而库萨维亚斯也是寸步不让啊，马上把中心位置抢了过来。就是看到直接抱腿，而且马上这个很惊奇啊！这个印度的选手他因为是技术核心是柔术嘛，所以上来之后是想将我们中国选手给抱摔，结果没有想到我们中国选手的防抱摔能力还不错，结果他自己倒先摔了，现在是只能轮流为啊，他躺在地上被我们中国选手连续的去踢屁股，非常的高。是，所以说张振阳也知道这一点啊，说不是不跟你下地面啊，现在还有点早。我们确实也是看到开场之后呢，库萨维亚斯就将自己的重心压得很低。是的，当时猜测是不是要自己下棋？是的，在这里呢，粉丝们可以给我们留言啊，讨论啊，张振阳为什么不在这个时间点跟他下地面呢？而且张振阳的地面也不差，因为特别是在这个时候比赛刚开始，双方身上都不湿滑。如果张振阳真的下去，那库萨维亚斯如果拿到了任何的锁技啊，将会是非常难考。接下来的话，相信张振阳应该是对对方的打法或战术有预判。是的，确实看到库萨维亚斯他的经验是相当丰富，双手的报价非常的高，也可以说像教科书一般的报价。张振阳。这种非常硬朗的打法，并且张振阳之前也是常年在泰国进行训练和比赛。没错，而且我们中国选手张振阳他是泰拳出身，之前一直是在泰国训练，直到3年前是跟张立鹏开始学习综合格斗的，所以他的站立技术非常的好。可以看到，在这场比赛从开始到现在，他在站立上面的完全是占据了主动方。这一下，这个印度选手啊，有一点碰瓷的感觉。我感觉中国选手这一拳还没怎么打出来呢，然后他自己一个重心不稳，又再次摔在地。是的，达到效果了。而库萨维亚斯呢，在第一局刚开局的时候呢，一记弧线的论摆拳也打到了张振阳，那拳也是不轻。没错，还是不要轻视对方的打击的力度。是的，张振阳是非常具有创造性的啊。刚才有一个类似于往下锤击的来回劲儿动作。低扫踢。也许低扫踢真的能起到效果啊！我们看到库萨维亚斯对于张振阳的低扫踢反应还是相当大的，你看再一次的抱腿，再一次重新，太快了，这就是看，这就是真正高水平的缠斗选手，他有一种来回的这种劲儿，我既不是进攻也不是防守，而是在两边的来回切换。看，双腿是高位的盘腿，直接是把对手拉进自己的拳封地。我们看一下接下来库萨维亚斯要打出怎样的形象。张振阳非常小心啊，现在库萨维亚斯来牢牢地攥住自己的手腕，如果往下推击呢，有可能就会打腿挂三角了。现在双方来到地面缠斗啊，是在印度选手的一个擅长的范围内，但是他也没有能将我们中国选手给反压在地，反倒是我们张振阳啊，赶紧连续的重拳砸击对方，而且呢是死死的压制住对方。现在印度选手啊是只能是翻身寻求一个挣扎解脱的机会，但是依旧没有能逃脱。张振阳的拳法还是比较重的，保持距离，张振阳在上面呢还是非常的稳健。还在踢的情况看一下，想要去拉腿，想要去锁腿。印度选手库什维亚斯，他的看
非常的粘着，非常的粘着。谁会先起身呢？库什维亚斯竟然是从下翻上啊！有非常粘着的柔术转换技巧。现在张振阳在下位，库什维亚斯在上位。哇，刚才的这一连串的联合反应真的是反映出库什维亚斯应该说非常扎实的地面的缠斗功底。是的，那现在啊，张振阳在下位。有一个就是时间的因素，因为现在时间因素对于库什维亚斯来说呢，也不太可能去部署非常有效的进攻，毕竟时间太短了。没错，但是刚才的一连串的联合反应太快，应该是给张振阳挑选时间。是的。今天这场比赛一共是3个回合，每回合5分钟，双方现在是来到了第2个回合。印度选手他是2021年印度踢拳全国冠军，2022年自由式摔跤全国冠军，都是印度的。那他的总战绩也是19战11胜。在整体来说，其实他战力也还可以，但是这场比赛我们中国选手泰拳打得实在是非常不错，而且一直是在练习泰拳，这样一个长久以来的积累和经验啊，对印度选手来说要比他好上很多。那要非常小心啊，因为现在库什维亚斯开始用这种下潜的意识，也就是一个假动作，他不去下潜，而反倒去用这种挂术踢卡拳。所以说又回到了那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对于这种缠斗技选手来说的话，你能够在他扑倒你之前就一击终结对手。是的，现在看到张振阳还是非常的小心啊，连续的刺拳，直线拳要封堵。好，去看，非常突然，库什维亚斯的这种前手刺拳啊，真的是相当的诡异，打击很冷。张振阳的打法呢，还是非常的中规中矩啊，非常标准的泰式硬核打法。虽然说我们看到库什维亚斯的绰号叫做疯子，但是我们今天在比赛当中真的是能够感受到他的冷静。是的，非常敢于，特别是一轮的缠斗，在第1回合接近尾声的时候呢，真让我们惊出了一身冷汗。连续的打击。我们中国选手在身高臂展上面要比对方高，而且呢可以说是占了一个很大的优势，占了臂展是有10厘米长的一个优势。哇，这一脚踢到这个印度选手啊，赶紧去摸了一下。拳法方面再一次去推，这就是你看他直接是推进去，而不是摔，而是推。后拳直接打到，后拳直接打到，中间砸拳，比赛结束了。张振阳后手拳直接打到。有的时候 KO 来的就是这么快，你不去注意它的时候，它就会在下一秒出现，就像这场比赛一样，大家都还在看双方在拳法上的对攻，结果中国选手一记后手拳直接将对方给击倒，再上去补拳。战球场的裁判呢反应也是非常快，赶紧去阻止我们中国选手啊，也是将比赛直接终止。那可以看到印度选手被打之后，现在整个人趴在地上，久久不能起身，医护人员也是赶紧对他进行了查看一番。让我们最后再看一眼精彩回放。张振阳这一下时机抓的还是非常准的，对方的防守没有做到位，也是直接一拳将对方击倒，再连续的补拳。可以看到印度选手当时已经没有任何的反抗能力了。OK， 那今天的这场比赛要恭喜中国选手张振阳获得了最终的胜利，恭喜！那本期视频也先看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喽，拜拜！这么多的观众为我加油，真的，我作为一个家乡人，我特别的自豪，而且特别为我们家乡骄傲，特别感谢你们。这是一场复仇之战。也是杨建平下手最狠的一场比赛，杨建平毫不手软，疯狂怒摔韩国名将。只因为在此之前，韩国选手金立硕手段太残忍，比赛中将中国选手严希波残忍地掰断了手臂。然而获胜后的金立硕见中国选手痛苦万分，竟然还一脸得意洋洋地笑了起来。中华猛虎杨建平看到这一幕，立马冲上擂台为同门师兄弟打抱不平。然而对手却当众怒推杨建平，完全没有把杨建平放在眼里。然而面对韩国选手的嚣张挑衅，杨建平丝毫不惧。还当众向金立硕下了生死挑战书，既分高低，也决生死。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非常精彩的中韩对局。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镜头当中正在出场的选手，他便是韩国名将金立硕。好，这家伙长得好像是个泡菜坛子，观众朋友们，尤其是他的脑型啊，
这完全就是个泡菜坛子。好，这个金立硕非常的恶心，在上一场比赛呢，手段极其的残忍，将我们中国选手闫锡波观众朋友们活生生的掰断了手臂。然而这个小子非但没有任何同情心，而且还当众得意洋洋笑了起来，嬉皮笑脸的表示中国人的胳膊像筷子一样脆弱，不经打。这一番嚣张的言论和嚣张的态度引起了我们中方选手中华虎杨建平的不满。没有错，眼前这台出场的选手便是来自于我们中国的中华虎杨建平。我们都知道杨建平打日本人打小鬼子非常的厉害，但观众朋友们，杨建平打起韩国人，打起这个泡菜选手那也是极为拿手的。这场比赛观众朋友们有一个特别之处，因为本场比赛不是一场普通的比赛，而是一场签下了生死合同、签下了生死状的生死之战。杨建平主动申请跟对方签下这个生死挑战书，既分高低，也决生死，打死不偿命，打死不负责。和这个古代比武呢差不多，只不过这场比赛呢并不是点到为止，而是打到废、打到服为止。好，注意看两位选手一上来，完全没有试探，尤其是杨建平。我们仔细看红色短裤，红方选手杨建平，人送外号中华虎。我看杨建平比赛开始火气，这个火气是非常的大。好，仔细看，处于上位的便是杨建平，现在处于下位的便是韩国选手金立硕。这个金立硕在韩国非常的出名，特别是家喻户晓。但是观众朋友们，归根结底只能说这个韩国呀太小了，这个屁大点的地方，稍微一出名就全知道了。如果你在韩国一晚上腌了10坛泡菜第二天都有可能上新闻这个新闻会报道说你腌了10坛国宝。因为这个泡菜我都知道是韩国人的这个宝贝。好，我们看两位选手现在的战况呢是非常的焦灼。虽然说杨建平拿到了一个上身位，但是他能做的事情非常的少对方的话是一个老树盘根而且我们注意看，杨建平捂住了脸，这并不是害羞，而是怕对方把他帅气的脸庞打坏。因为这个杨建平的确长得非常的帅气。好漂亮，杨建平逆时针的一个旋转。这里我们注意看旱地拔葱，旱地拔葱又来一下。杨建平，观众朋友们，他的这个臂力太恐怖了。好，注意看这个金立硕赖到了地上，又耍起了韩国人专属的这个无赖打法。可以说有90%以上的韩国选手，观众朋友们都是这副德行。注意看，这个家伙还展开双臂挑衅我们。好漂亮这个地扫非常的重。那目前来看，在战力水平上来讲呢，杨建平明显还是要更胜一筹。因为这个杨建平呢本身他也是我们国家拳击队出身的。包括我们看杨建平的走位，他的脚下步伐都是非常的灵动。现在杨建平就是凭借这个灵活的优势进进出出，漂亮过肩摔！我的天哪，杨建平这个出其不意的打法，观众朋友们确实太令人兴奋了。当然不得不讲，这个韩国棒子很抗揍不会是棒子，看来这个棒子不是空心儿了可能是实心儿的。
我们注意看这个韩国选手金立硕的双手呢放得非常的低，这是种非常不尊重对手的一个表现。哎呦，漂亮！这个偷袭速度啊太快了。哎，又来了，观众朋友们又来了。哎呦，这么喜欢我们中国的这个地板吗？如果你很喜欢睡觉，一会儿让杨建平满足你。现场的裁判并不是很给力啊，这个时候应该叫停的啊，理论讲应该叫停。因为双方啊，我们注意看没有太多的一个动作，对方呢就是耍无赖，而杨建平呢也不想打地面。第一回合马上结束了，但是看这个韩国选手啊，依旧是没有起来的意思。赶紧联系一个这个抓狗的、收狗的，给这个韩国选手给他抓走啊！好，观众朋友，比赛第一回合结束，非常的解气，但同时啊也有一点生气，因为这个韩国选手啊太无赖了，打得非常的恶心，非常的卑鄙。好，双方的比赛进入到第二回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两个人的精彩表现、精彩对局。好，注意看红方选手红色短裤杨建平，中华虎；蓝方选手白色短裤，就是上一场比赛啊掰断我们中方选手手臂的韩国选手金立硕，他是一个韩国名将，非常的出名。好漂亮，这个侧踹非常标准，再来。这是我们中国散打里面的招式。这个金立硕他的这个站立水平看起来非常的愣，感觉他就像是一个这个大脑发育不健全的人，这个肢体啊都很生硬，感觉是有点像脑瘫啊，像中风了一样。哎呦，我们看杨建平打得非常灵活，很聪明。啊，这个金立硕呢想反击啊，但是呢找不着突破口，主要打不着，因为杨建平这个撤退速度太快。哦，漂亮，偷单腿，这个时机抓得太准了，太准了！对方出腿的一瞬间啊，被这个杨建平啊抓住了这个机会。好，看一下，先属于上位的便是杨建平，下位的便是韩国选手金立硕。杨建平一定要小心对方的一些锁技，因为上一场比赛呢，这个我们中锋选手严希波啊，就是上身位的优势位，然而被对方啊抓住了这个掰手臂的机会。好漂亮！哎呦，又一次！杨建平这个抓时机的能力和反应速度太快了，而这个韩国选手这个动作慢，速度慢。我敢打赌，观众朋友们啊，这个家伙绝对是这个泡菜吃多了，这个脑子吃的不好使了。这场比赛，杨建平让这个韩国选手呢打得非常难受。这个金立硕很想来拼拳或者来拼一拼，但杨建平啊撤退速度太快了。我们打完就走，也是发扬起我们的这个游击战的精髓。第二回合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目前来看，杨建平呢还是有优势啊。
这场比赛杨建平呢之所以要和对方签下生死挑战书，正是因为这个上一场比赛受伤的这个人是杨建平的师弟同门的师弟阎锡波。那当然阎锡波也很厉害那曾经有一场比赛12秒 KO 这个日本选手。这场比赛杨建平也算是出头。好，看一下双方的龙边对局。这场比赛实际上无论怎么看感觉这个韩国选手的体型，我觉得都是要大于杨建平的。这场比赛可能是跨量级挑战的。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比赛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回合了，双方也是直接开打。第二个回合，两人保存了很好的体能，所以说到了这个回合，我们可以看到战力上明显打得更凶了，而且这个金立硕很着急，我们能直观的感觉到这个金立硕是有些这个慌了着急了。好漂亮的单腿进入到地面。这一回合注定是本场比赛的高潮点。好的，杨建平再次拿到上位。这杨建平这个把对方拖到地面的招式可真多呀，还有10000种方法让对方进入到地面。而你看这个韩国选手他又来了，又躺在这块儿，我觉得实在不行我们就踹他的裤裆吧。虽然说不讲武德，但是观众朋友们，对待流氓你就必须得用流氓的方式。所以你看对方就像这个爸爸不给孩子买玩具这个儿子躺在地上哭。当然我们是爸爸，对方是儿子。好，双方又一次地面对局。本场比赛双方所有的这个地面战杨建平都是拿到上身位的优势位。所以说本场比赛无论是打分还是说按照压制时间来算杨建平呢都是有优势的。好，又一次没劲儿了，双方的体能现在都是有着明显的一个下滑，不只是韩国选手，杨建平也是。哎，要小心，两位选手。哎呦，这个裁判多亏是比较及时。这是本场比赛裁判唯一的一次作用拽了一下绳子。的确是没劲儿了。这个金立说，我们看双手都已经是没有力气在拿高了。但是他的意志力很顽强，依旧是追逐着杨建平。但是我们看杨建平依旧是很灵活。双手呢这个站姿抱架都是没有松懈。好的，再一次，哎呦，这个金立硕，我估计回去之后就苦练摔跤了，防不住，根本防不住。好，观众朋友们，比赛终于结束了，一场长达15分钟的中韩对局。15分钟，双方打的的确是非常的精彩，但是无论怎么看，我相信懂拳和不懂拳都能看得出来，杨建平的这个优势很明显。不止一次把对方按到地上，而且呢还有多次大力砸摔。包括在战力上，我们的拳打得更准分数也会更高。好，让我们恭喜杨
建平啊，本场比赛也是为自己的同门师兄弟杨希、严希波呀报仇雪恨了。非常精彩，让我们再次恭喜，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断头成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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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少林寺武僧在国际擂台大开杀戒，一招金蟒缠身将韩国冠军勒到吐血，对手为了保命，赶紧下跪求饶。我挑战谁，谁都害怕，想打我，看我的拳头。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镜头当中正在出场的小伙高举5星红旗，便是来自于我们中国年仅20岁的小将黄振岳。他是一名来自于我们嵩山少林寺的弟子，也就是少林武僧。和这个苗立涛啊，和这个谢维啊，都是师兄弟的关系。6岁时在少林寺习武，长达13年。所以说呢，他是有童子功的，而且他的功力非常的深厚。上一场比赛更是在韩国擂台将韩国冠军啊勒到七窍喷血，观众朋友们那是相当之惨了。然而这场比赛，黄振岳的对手不再是一个韩国人，而是一个小日本子啊！看到这个韩国人受欺负了，小日本子坐不住，赶紧是跳了出来。没有错，本场比赛黄振岳的对手就是眼前的这个矮冬瓜，个子小小的，胳膊腿都短短的啊，小鼻子小眼睛，非常符合小日本子的特点。他就是日本选手盐田祈福。观众朋友们，别看这个盐田祈福啊，哪都小，但是这个家伙的身份可不小，他是日本天皇的贴身保镖之一。那我相信有些观众朋友们肯定非常想问了，对方这么矮，这怎么能做这个天皇的保镖呢？观众朋友们，因为这个日本天皇啊，长得也很矮，所以说你想做天皇的保镖，要求只有一个，那就是不高。没有错，就是不高啊，你长得矮就行。因为你长得太高啊，太显眼，我抢了日本天皇小子的这个气势。好，比赛开始了，看一下黑色战袍中方选手黄振岳，白色裤衩日本的天皇贴身保镖盐田祈福。好漂亮！我们看黄振岳的防爆摔还非常的不错。对方是突然发起这个偷袭，但是黄振岳呢，他的反应速度也很快。而且这场比赛，我们的少林武僧黄振岳啊，在身高上啊、臂展上都是有优势。黄振岳的话是20岁19周岁啊，对方的话是28岁啊，27周岁。好，小心这个小日本子！哎呦，这个小日本子别看长得矮，哎呦，这个家伙的劲儿还不小，哎呦，很适合这个扛水泥，哈哈，这个干脆来我们中国当力工啊，扛水泥算了。好，我们注意看黄振岳现在是一个上身位的优势位。 지금은 반칙입니다. 다점에서 니킥이 들어가기 때문에 반칙이고 신승률 레프로 감점으로 이어져야 되는데 치명타는 아니었기 때문에 넘어갑니다. 자, 다시 왼 다리를 지금 싸잡히고 마는 好，当然我们看这个日本选手啊，哎呦，死缠烂打，哎呦，这个家伙真是烦人的很。 또 나쁘진 않은데 백 내주면 정말 재미가 없어요. 하지만 일어납니다, 황주현이. 굉장히 좀 대처를 좀 잘하고 있어요. 몸이 움직임이. 哎，这个位置要小心了，对方是有个锁技在。 기술이라기보다는 스파링을 많이 한 거예요. 그렇군요. 점점 이와타 케이스키는 힘이 빠질 텐데요. 예. 1라운드 지금 2분 정도 흘러가고 있는데 계속 그라운드를 지금 끌고 가려고 하는 이와타입니다. 이와타가 드디어 实际上这场比赛黄振岳的地面处理啊已经非常不错了，而且他的防爆摔呢做的也是非常的及时。只不过这个日本选手呢，他的偷袭啊真的是炉火纯青啊，非常符合小日本子的性格。 好漂亮！哎呦，打晃了，再来！哎呦，这拳彻底打晃了，上位砸拳。 태클을 지금 4번째 하고 있는데 5번째인가요? 이미 체력이 좀 많이 빠졌습니다. 그렇습니다. 자, 아직까지 황준유가 조금은 여유가 있어 보이는데요. 哦呦，但是这个小日本子非常抗揍啊，观众朋友们。 황준유는 몇 번 위기가 있었습니다만은 哎呦，这个家伙的脑袋难道是龟壳做的吗？很抗揍。 자, 하나 파운딩 지금 집어넣지 못하고 있는 이와타. 这个角度对于黄振岳来讲呢，不是很友好。对方是压住了我们一条单臂。 2분도 채 남지 않은 1라운드입니다.
니킥 한 번씩 꽂아줘서 체력 빼내고요. 오른팔은 묶어놨습니다. 黄振岳作为一个少林弟子呢，他更希望的还是打一些个站立的拳腿功夫，因为呢，这是他比较擅长的东西。 저또 빠져나오죠. 자, 라이트 펀치. 그러나 빗나갔습니다. 이와타는 지금부터 조금 체력 수술이는 것이 낫고 황준희는 점수를 哦呦，对方这完全就是王八拳，观众朋友这是乱伦啊，不是乱打。 좀 위험 부담이 커 보이는데요. 좀 분명히 위험 부담이 있죠. 카운터라든지. 아, 지금은 오히려 백 내주는데요. 자, 백으로 한 바퀴를 다시 돌아서고 있는 황준희. 자, 끌어당깁니다만은 여의치 않습니다. 이와타가 차분하게 황준희가 이쯤 되면 뒤돌립니다. 네. 팔을 먼저 제압했기 때문에 오히려 백을 황준희가 잡았습니다. 예. 자, 그러나 뭐 여유 있는 지금 자세는 아니고요. 자, 왼팔을 좀 빼앗긴 상황입니다만 다시 끌어안습니다. 好漂亮，黄振岳拿到一个齐正位，但是小日本子一直在转，对方很灵活，但是同时也把后背送给了黄振岳。我们看一下黄振岳有没有机会做一些个裸脚的机会。 哦，但是这个小日本子像一个乌龟，像一个王八一样，把这个脑袋缩了进去。 他没有脖子啊，因为他缩进去了。好，最后的20秒钟，黄振岳的腿部是有个扣，这个小日本子想走几乎是不可能了。 자, 1라운드는 뭐 대략적으로 이렇게 마무리가 될 것 같습니다. 둘 다 좀 지쳤는데 제가 봤을 때는 이와타 쪽이 좀 더 많이 지친 것 같아요. 초반에 확실히 그 몇 차례 태클 들어갔던 것이 好，观众朋友们，比赛第一回合已经结束，非常的精彩。双方从战力水平上来说呢，我们的黄振岳小黄啊，绝对是有优势。但是从双方的这个地面战来说呢，的确是对方啊更加的无赖。 好，比赛来到第2个回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双方的精彩表现，看一下黄振岳能否在这一回合 KO 这个小日本子。我觉得还是有机会，但当然啊，站立上是有机会，地面战上，这个就有难度了，因为这个小日本子啊，他非常擅长打这个地面，他胳膊短啊，胳膊腿都短啊，就打起地面战的时候呢是比较好发挥的。好，我们仔细来看一下黑色短裤中方选手黄振岳少林武僧。 白色短裤日本选手，日本首相的贴身保镖盐田祈福，哎，打晃了，哎呦，这怎么不压上去呢？黄振岳这个有些犹豫了。 약간 휘청거렸던 이와타입니다. 다시 한번 그라운드 시도하고 있습니다. 好，对方又来了，又把他无赖的一面使了出来。而黄振岳刚刚啊，真应该压上去，还是有些忌惮啊，不太想和对方呢打这个地面。 好漂亮，又一次，哎呦，黄振岳还是不压上去，这个打晃对手没什么意义啊。还是求稳啊，小伙子的心态啊和他的这个战术还是非常稳。好，能感觉到这个日本选手盐田祈福啊，他现在绝对是没劲儿了，因为他的突进速度啊和他的抱摔速度都非常的慢。 다시 한 바퀴를 돌아서고 있는 이와타. 자, 조금 더 위쪽으로 올라오려고 하는 이와타인데요. 그러나 虽然说我们看日本选手拿到了一个上身位，但这个时候他呀已经非常累了，也做不了什么事情。那双方现在的这个状况呢，都是比较焦灼。黄振岳啊，我们中方选手不想打地面，对方不想打站立，那两个人就尴尬到这儿了啊，有机会。 哎呦，这个断头台差一点点。 분명히 지금 그라운드에서도 어떤 그 신장으로 인한 차이가 느껴지는 지금 상황이네요. 자, 일단 다시 일어섰고요. 据有效统计呢，在过去的10年里，日本选手的拳击手的 KO 率啊，世界是倒数的，因为他们的这个打法风格非常的无赖，比这个印度人还无赖啊，甚至比韩国人还要无赖。 여기서 움직임이 조금 덜 나온다 싶으면은 언제든지 레프리가 중앙에서 스탠딩 시킬 수가 있거든요. 약간은 지금 소강 상태로 좀 빠져 있고요. 예. 이와타 입장에서는 반갑지 않은 상황이잖아. 다리 하나 빼냈습니다. 자, 2라운드 이제 절반 시간 흘러갔습니다. 다시 일어섰습니다. 다시 발목을 펴졌습니다. 빠져나왔고요. 완전 지금 빠져있네요. 펀치를 날려요. 이와타가 오히려 먹겠습니다. 다 걸렸어요. 굴립니다. 그러나 들어앉습니다. 넘어지나요? 넘어집니다. 지금은
어찌 보면은 그냥 쓰는 주머니 하나씩 걸려들고 말았던 홍준이에요. 원래가 이와다가 好，还有最后的2分钟，现在黄振岳是拿到了一个优势位的把位，但是他的体能啊也剩没多少了，双方都很累。但是理论来讲，黄振岳他的这个体能啊应该很好，因为他出身于少林寺。但这场比赛的话，可能是状态不是很好，因为举办地点并不是在国内打的。好漂亮，哎，打慌了，有机会。对方小日本子又龟缩起来了，哦呦，一旦挨打，这个家伙就龟缩起来，真是个王八蛋啊！观众朋友们。还有1分半的时间，黄振岳想要 KO 对手的话，这个时间啊还是非常充足的。好的，连续的砸拳。자, 신승현 레퍼리도 지금 좀 애매한 상황일 것 같습니다. 지금 황준혁가 조금만 더 공격적으로 나오면 哎呦，这怎么没？哎呦，怎么又反抗了呢？这个日本选手。好，裁判终止了比赛，赶紧掐人中，赶紧掐人中。这个日本选手没有反抗了。好，观众朋友们，本场比赛让我们恭喜少林寺弟子黄振岳获得了比赛的胜利啊！把这个日本选手这是打死了吗？不管怎么说呀，看到日本选手这个躺在地上不动了，那我这个就放心了啊！我相信屏幕前的您也就放心了。好，让我们恭喜少林寺的弟子黄振岳获得了比赛的胜利，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啊您的收看支持。好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对呀，并不占太大优势。转拳的边拳，这拳太意外了。为何中国小伙如此的愤怒，当众违反规则，竟然一脚将泰国百胜拳王踹飞出擂台？要怪只能怪泰国选手出言不逊，狗眼看人低。由于近2年中国搏击的高速发展，高额的出场费吸引来一大批来中国参赛的外国选手，其中泰国选手占了极大一部分。以泰国4大天王波球、鲨鱼狼、消杀狂、亚桑克莱为首，每年都有上百名泰国选手来中国踢馆。他们在中国赢多输少，赚得盆满钵满，然而也越来越轻视中国拳坛。其实我非常喜欢在中国打比赛，因为中国人很好打，钱也很好赚，中国的姑娘也非常的漂亮。我觉得东亚病夫这个名号非常适合中国人，因为他们实在是太不经打了。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刚刚口出狂言的便是泰国百胜拳王森派吉菲尔泰斯。好，这个家伙才22岁，我看起来长得的确是很成熟啊，并不像22岁。22岁135战128胜，好，这个战绩非常的恐怖。好，前2天有评论区有些观众朋友问说，这个泰国拳王怎么这么多呀？观众朋友们泰国的这个拳击赛事啊非常多。在泰国的话，这个拳击文化是非常盛行的啊，而且他们呢有大拳王、小拳王，大大小小数十个级别，所以说拳王多呀也非常正常。眼前这个小子才22岁，究竟是百胜拳王了啊！赛前更是表示说呢，中国人好打，钱也好赚并且称我们中方选手是东亚病夫。观众朋友们，这是典型的端着碗说饭香扔了碗就骂娘这种人，我觉得和日本人没什么区别都是卑鄙小人。好，本场比赛我们中方出战的选手便是人送外号酷刑者的顾辉。好，这个顾辉当年是和这个波球没有错，泰国4大天王打过比赛，但是运气不是很好最终点数判定输给了波球。但是顾辉战胜过另外一位天王级别的选手，就是阿尔伯特克劳斯，没有错，荷兰天王。好，观众朋友们，比赛已经开始，来看一下双方选手今天的精彩表现。那刚刚想必介绍的也是非常详细了好，看一下蓝色短裤红方选手顾辉蓝方选手黑色裤衩便是森派吉菲尔泰斯。好漂亮这顾辉上来就把对方打晃了。看今天顾辉的状态不错这个拳是很重。这个双方实力都非常强劲。确实，而且这个一直动作也是不传的。是的。但是顾辉近2年的比赛，他抓机会的能力是越来越强，而且越来越聪明。对，也到了一个非常成熟的年纪辉的动作属于轻快灵活型的。对。像我们反观森派奇每一拳
每一腿都有点这个亚当克莱这个风范啊，一传每腿这个打击的效果看着很准，出色。对，哦，漂亮，连续的组合拳，骨灰，好的，漂亮，这个机会抓得非常好。孙派基想做到近身这种缠抱缓解一下。好，观众朋友们，比赛刚刚过了一半的时间，第一回合，那么顾辉就频频把这个泰国拳王逼上绝路。看来今天的顾辉的状态的确不错。好，再一次的把对方压制到笼边。这个顾辉今天的状态啊，包括他的这种气势，真是打出了我们中国人啊该有的血性啊和这个中国男人该有的样子。好漂亮！哦，一扫腿，哦，这脚很轻松啊。好，我们看顾辉继续的中炮压制，完全不给这个菲尔泰斯任何喘息的机会。没有错啊，这种卑鄙小人就该这么打，让他狂啊，他越狂，我们打得越狠。比赛刚才吃到了顾辉这个紧密进攻的苦头啊。怎么才拉开距离啊？但是顾辉进呢，也不会茫然的进去。对，在对手一个单个动作失利之后，我们看顾辉抓得很紧，马上只要一进去，一有机会进去，就不给对手这个喘息的机会。对，但是这个时候如果做的过多的话，会被裁判进行这个警告。对，漂亮！转身的边拳，这一拳太意外了。好，这一拳的确是很意外。比赛剩最后10秒钟的时候，一个转身边拳啊，让这个菲尔泰斯呢应声倒地。但我觉得顾辉呢，应该是不会放过 Q 他的好机会。什么情况？顾辉无视规则，把这个泰国拳王啊踹飞出了擂台。哎呦，这个场面没见过。哦，今天顾辉的确是把我们中国人的气势给打出来了啊！这个凌空飞踢，把这个泰国拳王当足球踢呀。是啊，我们再看一下，哇，整整的打在他下巴上啊！顾辉是一个横向移动的一个转身摆拳。顾辉在做这个动作已经有所准备了，对，已经在做准备了。好，观众朋友们，比赛来到第2个回合了，让我们看一下双方的精彩表现。啊，要小心两名选手。顾辉今天真的是非常的执着呀，就是想把对方呢扔飞出擂台。估计啊也是想告诉对手，你不配在我们中国擂台打比赛。好，再次笼边压制，哎呦，多次的重拳命中。好的，哎呦，顾辉真的是玩了命的打拳啊，不想给对手任何一条活路可走。会在连续占尽优势的情况下，森派奇还是可以做出这种重击的有威胁的这个反击啊。对，泰国选手的风格就是这样，他不管遭受到多大的重击，最起码他在站着的时候是不允许自己出现任何的闪失。是的，这也是。对，漂亮，顾辉可以尝试的前手了。你看啊，双方啊都可以给对手打出这种有威胁的动作和重击，但是顾辉表现的就很有灵性。对，森派奇呢打的就有点中规中矩了。观众朋友们，比赛第2回合已经过去了一半的时间啊，双方的比赛确实越打越火热啊。我看一下又一次的搂抱，这菲尔泰斯没办法了，再不搂抱，顾辉可能会打死他。他只能是通过不断的搂抱啊，来缓解时间，来拖延时间。当然，这也是种战术啊。好漂亮，击斧打对方的肚子呀。但这场比赛我们还有一些事情要担心，就是顾辉的体能上啊会不会出现问题？因为他的输出频率啊和打击频率太高了。对，刚刚我觉得森派奇有一点找不到节奏。滑倒。顾辉做了一个同时做了一个假动作，孙派奇也是心里一紧呐。顾辉现在很有经验，慢慢把节奏放缓一点，因为前面几组连续的这种进攻对体能消耗也是很大的。而且顾辉对于整场漂亮来说已经占了很明显的优势。对，很快啊！我们刚刚说顾辉把节奏放缓，就是很快的一个抢后值啊。
顾辉也非常大意。对。最后的10秒钟，哇，还有最后的10秒钟了。现场的裁判这场比赛也很忙啊，因为2个人，哎呦，这搂抱情况很多，所以说不得不多次的频繁的啊分开2个人。好，哎呦，什么情况？这个泰国选手还举起了双臂啊，告诉全场的观众我打得好啊，我是胜者。哈哈，观众朋友们从来没听说过，也没见过挨揍还能打出优越感啊，还真是头一个。怪不得赛前在发言的时候那么的不要脸。好，观众朋友们，双方最后一个回合的精彩对局，精彩绝对不容错过。好，再来看一下红方选手蓝色短裤，中方选手酷刑者顾辉，蓝方选手黑色裤衩便是泰国拳王百胜拳王菲尔泰斯。在比赛的前2个回合，顾辉都是有优势持续的中抛碾压，打的对手呢是很难受。几乎的话2回合都是优势就第3回合的话，无论是 KO 对手还是说是打分我们基本上是胜券在握，就看顾辉想怎么去结束本场比赛了。门的位置，对。顾辉第3局是有意上来先把节奏先放缓一下，要让自己缓一下。对。然后可能也是要根据对手这个现在的头半局的表现再去找一个合适的一个改变。对，顾辉现在成熟聪明就在这里，他没有机会的时候，他不会过多的去浪费自己的动作、体力、能量，全部都不去浪费。这个时候去调整的时候也不要太过于放松对，哇，漂亮，又是一个后手。这一记后手很准从对头部的防守上来说顾辉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严密一些。孙太奇虽然这个进攻的速度、力量，包括这个杀伤力都有，但是打完拳之后，对于头部的防守，还是略微有一些差。对，漂亮，漂亮！哇，这一腿接的神出鬼没，推开对手，马上就跟了个高扫腿。好，看情况的话，双方想产生 KO 几乎是不可能了。但是顾辉这场比赛的表现已经非常的勇猛了就像三国时期的吕布，这个抗战时期的吕云龙打得非常的凶。但是这场比赛对方的这个菲尔泰斯我们也不得不讲他的抗击打能力不错。刚刚又是个转身边拳但是很可惜没有打到顾辉的这个体能观众朋友们真的是非常好，我们看这个感觉不到他累。虽然说出拳速度可能会慢一些，但是还是不断的输出再输出。无论怎么说这个气势上必须要压倒对手。第3局比赛还剩最后的30秒钟。哇！顾辉今天的后手直拳包括这个变线这个直拳对这个孙太奇的压力很大。而且我看顾辉每一次后手都是直接出的。对。好，最后的几秒钟。比赛结束。比赛结束顾辉。好，观众朋友们，终于结束了这场3回合的对局，打了3个回合虽然说没有产生 KO， 但是打得足够精彩。我们看裁判给了这个菲尔泰斯一张黄牌。为什么？因为比赛当中他的搂抱太多了次数太多，耍无赖的行为导致他呢吃到了一张黄牌非常公正，我非常欣赏这位裁判。好，来看一下最终的裁判的判罚。红方胜。